造车新势力最被寄予厚望的品牌。它曾被资本用脚投票，累计融资超700亿人民币。然而单论今年的表现却相当拉垮，去年累计交付只有12.25万辆，大体看差强人意。可今年上半年累计销量却跌到只有54561台，月均不过万。要知道，同时期的理想6月单月销量都破3万了，赚得盆满钵满。压住换电站能让蔚来抓住一个好的未来吗？蔚来子品牌阿尔卑斯攻占20到30万市场，萤火虫攻占10到20万市场，与比亚迪、吉利等品牌贴身肉搏，是病急乱投医还是深谋远虑？为何新建 New House 走车企海底捞路线没能为其带来可观的回报？有人说，蔚来的终局是被其代工厂江淮汽车收购。蔚来的商业模式真的成立吗？蔚来汽车成立于14年底，团队组建于15年，自诞生起便得到众多资本的支持，腾讯、高瓴甚至刘强东都对蔚来信心满满。可以说，他刚创立的时候就是天胡开局，在多方资本的帮助下，李斌创办3年便在纽交所敲了钟。同年发布 ES6， 19年虽现资金链条断裂危机，但在白衣骑士、合肥政府的100亿补贴下，狂奶一口，转危为安。21年发布 ET7、ET5 两款轿车，之后又推出了 ES7 车型。纵看蔚来的创立史，简直是一路狂飙。在蔚来的宣传口径里，不管是产品力、研发投入、换电站理念、车主服务模式，均遥遥领先国内其他车企。而蔚来车友是信仰值最高的一批人，比如在19年新能源行业大危机时，不少车友自发为蔚来打广告，投放火车站、电梯广告位，亦或只是安利自己身边的朋友，能不能也买一台车支持斌哥？所以有人说，蔚来相比一家公司更像一个宗教，李斌便是教父。蔚来本身也是用户运营做得特别重的公司，公司内部极其推崇星巴克文化，星巴克老板舒尔茨的自传将心注入，蔚来高管是人手一本。为啥蔚来要学习星巴克呢？当然不是打算卖咖啡，而是李斌认为星巴克是一家尊重人性的公司，他们之所以能在全国开那么多连锁店，来源于第三空间的定位成功。在蔚来的第三空间 New House 里，车主可以喝咖啡、阅读、观看电影，亦或者是参加各种各样的亲子活动，学习插花和制作咖啡的课程。蔚来很知道这个消费层级的用户想要什么，需要的是尊重，需要的是服务。李斌在创业时还曾多次拜访雷军，学习小米的群众路线。1年1度的 New Day 本身也是换汤不换药，直接借鉴小米的爆米花节，早已是出行教父。连续登上福布斯百富榜的李斌，也从幕后走上台前，成为一名下沉式领袖，每天雷打不动在 APP 里发红包，1年有几十个周末在各地参加车友活动，和用户打成一片。不过这样的重运营让蔚来的成本居高不下。2022年，蔚来财报年均亏损144.37亿元，是有记录以来最高年度亏损。虽然财报里不断强调连续12个月交付量和营收双双增长，但市场并不接受，股价还是撑不住哐往下掉。不过在新能源里，不只是蔚来一家在亏损啊，一方面是市场多重压力，包括原材料价格上涨、缺芯困扰、供应链压力以及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另一方面，蔚来重研发加换电站加海底捞服务3座大山，让支出不可避免日益扩大。如果全球经济不那么差的话，留给蔚来时间其实还是有的。只可惜全球各行业裁员加剧，市场动荡。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方衍亮认为，过去投资人看企业的长板和未来潜力，现在盯公司短板及营业能力，营业能力成为最高考量维度。在如此复杂形势包围之下的蔚来，还在坚持什么样的艰难且正确的发展之路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蔚来向来重研发，是一直被拿来作为品牌营销的核心重点去宣讲。蔚来电池相关团队超400人，深入参与电池材料、电芯与整包设计、电池管理系统、制造工艺等研发工作。这个规模的研发团队在大部分车企里属于超级体量了，一般车企研发团队也不过100来人。这般投入，我想是基于2021年蔚来给市场、投资人和消费者画下的那个大饼——半固态电池。但饼画了2-3年，始终没有动静。想必很多关注蔚来汽车的用户也想知道，蔚来2021年初就发布的半固态电池，当时引起新能源车企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可是这个饼画完3年过去了，迟迟还没有吃到。到底这个传说中的半固态电池，搭载150千瓦时电池包，续航能力可达730公里，最高续航里程可达910公里的蔚来汽车何时可以量产？毕竟很多用户都关注着半固态电池的登场，也期待着这项技术会对电动车的后半场起到怎么样的方向引导与作用。几乎逼近油车的续航能力，依靠换电实现的10分钟无忧续航。半固态电池让电车自然不再频繁出现，又快又好又安全，价格肯定不会低。秦力侯称，蔚来150度电池的价格买一台 ET5 没有问题。半固态的原理在于电池的电解质为固态，隔膜改
用复合型涂覆隔膜，遇到撞击时，固态电解质为不可燃物，热失控不太可能发生，这就能从源头上摁灭电车自燃。如果未来用的是半固态电池，可能今天我们开头的惨案或许就不会发生了。通俗易懂去看这个玩意就是4个字：安全又好用。好用的东西诞生初期产量肯定跟不上，稀少又一般与昂贵命运相连。半固态电池之所以提了这么多年，迟迟没有落地，根本原因还是太贵了。未来的电池技术合作伙伴蔚蓝新能源也表示，目前预估下来一年最多也就1000个电池包的制造能力，这都还没算良品率。但未来的这个大饼里，终极理想设定是以后所有未来车主都可以通过换电去用到这块电池，得到超长续航。说到换电，我们就不得不展开唠唠未来那个费钱又正确的战略选择——换电站。未来的布局目前看没有变化，越来越好的电池搭配越来越多的换电站，不需要担忧充电时长，倡导电车也能轻松自驾游，进一步引导车主更多的每月支付一定费用租用电池。如果未来卖的像特斯拉一样好，换电站真的够用吗？如果不够用，建设规模跟得上吗？要建多少座换电站才能让车主稍微放松的开启一个说走就走的小长假自驾游呢？在讨论换电站规模之前，这里不得不先来聊聊钱。建一个换电站要花多少钱呢？目前市面上不只是蔚来一家在做换电站，汽车厂商像蔚来、吉利为代表的，动力电池厂商以宁德时代为代表的，能源供应商像国家电网以及奥动新能源为代表的换电运营商都在聚焦这块业务。蔚来第一代蔚来换电站建设费用是在300万元，第2代也需要150万元。按照这个花费，什么样的资本扛得住全国规模化建设换电站？换电站规模化这件事看下来，也就只有国家队来干是最靠谱的。地方不愁，资金不愁，统一标准化不愁，毕竟要实现换电体系的共享，光电池更换涉及的相关接口标准、换电站建设与运营的相关标准、换电服务及换电设备的标准，就足以难住一家普通的汽车厂商。但如果合作对象是国家电网，国家来统一标准，是顺其自然，也是理所应当。再提一个小小的比喻，还记得手机换电时代吗？80后应该经历过带2块电池出门的年代吧？手机电池换电池这件事情从未实现过统一，反而是一根线、3个充电头的充电宝完美适配了市场需求。未来的换电站是否能寻求国家电网能源合作更为取巧呢？这只是我们的一种小小提议，大家也可以就新能源充换电等内容在评论区与我们交流想法。以目前现实情况来看，未来这个电化学体系上的超级创新，搭载自有换电站的超级便利，梦是很美的，实现梦想还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那技术和硬件还需要持续画饼，未来有什么现成的看得着的优势吗？2023年清明5一小长假火爆的旅游业，让我们看到市场复苏的希望。电车自驾游的群体越来越多，撇开里程焦虑不谈，开电车是真的划算。你肯定会反驳我，开电车抛开里程焦虑，你是不是在搞笑 ？OK， 未来的服务无忧计划曾经是打着让你零焦虑的理念横空出世的，推出后由于服务过于周到，产品质量过关，被冠以新能源车界的海底捞。13600的费用包含了交强险3者200万、车损险和意外险，终身不限次数的免费换电权益，每年12次的异地免费一键家电，以及数不清的各种免费维修、维保代步出行服务，无限次的免费上门补胎洗车、免费代驾、机场代泊、年检代办等等等等。我们粗略算了一笔账，买到最前期的无忧服务的车主真的是赚翻了，几乎随随便便用几项权益就可以回本。不过现在未来的权益可以说是大幅缩水，毕竟财务压力这么大。Q1 财报显示，未来的销售毛利率仅有 1.52%， 是3家造车新势力里毛利最低的。再反观同时期理想高达 24.39% 的毛利，其次特斯拉同期毛利 19.34%， 比亚迪 17.86%。之所以毛利如此低，主要在于未来的销量实在太少，所以单车分摊了非常高的成本，而且未来因为车型太多呀，不同车型间配置价格又有重叠，消费者就会陷入选择困难症当中。相比之下，理想只有3款车，喜欢超大空间就选 L9， 想要6座选 L8， 想要5座选 L7， 就跟苹果的普通版 Pro Plus 一个道理。不管选择哪个，使用体验都不会相差太多，配置都是相同的，就很好控制供应链成本。李斌的海底捞路线本质在于服务，所有车企都可以做，但服务是要花钱的。很多车企服务不到位，还是说这样算不平，不划算。而未来主打高端市场，建了那么多 New House 后，却发现高端路线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可观的回报，没有带来高毛利，反而在车企里是垫底的，而且会随着未来用户10倍增长后变得越来越难做，这让未来的商业模式至今还没有完全闭环，还有待考验。2023是电动车企厮杀非常激烈的一年，一方面各大新势力品牌主打车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尽显科技与创新；另一方面，传统汽车巨头也紧随其后，给出了各自转型探索的答案，并凭借自身在供应链和销售渠道上的优势，迅速占领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可是，在国内争出个第一、第二，从来不是关键，谁能率先在海外落地，抢占国外市场份额，才是最为关键和最重要的一环。你对明年新能源车企的竞争格局如何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并分享你的看法。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给我一个关注和3连。我们下期再见。